同大家試完 Toyota Lumion，大家呢就問我幾時試埋部 BB， 大家咁心急，所以而家呢就試啦。今集就同大家研究下 BB。Toyota BB 喺香港好受歡迎，一出街就見到。點解佢咁普及，受到咁多車主嘅歡迎呢？喺拆解之前，先講一下佢嘅基本資料先。BB 有分舊 B 同埋新 B， 舊 B 就叫做 NCP， 生產日期就由2000年至到2006年，新 B 就叫做 QNC， 由2006年推出至今。而 QNC 亦都有分 ZX 同埋 ZQ。咁好多朋友呢就會買 ZQ， 係因為係頂級版，全車就有11個喇叭，副計呢有分 1.3 公升同埋 1.5 公升，而我今日所試嘅就係 1.5 公升嘅 ZQ 版本。喺二手車網睇佢嘅車價，2006年到13年左右，由3萬幾至到超過8萬蚊都有交易。無論係二手車市場或者係水貨車市場都一樣咁熱門。同 Lumion 一樣，車身方方正正，成部盒仔咁，廣闊嘅內籠空間同埋實用性亦都係賣點之一。而佢嘅競爭對手一般都係日產 Coupe， 由於價錢相宜又有極高嘅實用性，令到 BB 成為好多家庭或者係新手車主所考慮嘅熱門車款。嗱，我啱啱揸咧，其實我發現咧就哇，比我想象中好力嘅，即係起碼我一踩油門，就我會旋轉踩油門，其實架車咧會咧其實帶動到佢個扭力就爆翻出嚟啦。咁啊，起碼我唔需要咧，即係等佢起步咁樣嗰下。咁啊，所以其實咧成個起步感覺係爽快嘅，即係並冇我諗到想象中咧咁弱雞。我而家爬頭都好容易嘅啫，好容易啫。咁所以你話如果成車馬路嘅，成車貨嘅，我再上斜嘅，會唔會因為咁樣而令到部車再冧呢？冧咗呢，跟住之後就係冇乜馬力呢？咁呢個呢，其實基本上係肯定噶啦。我而家喺昂船洲大橋係平路啦，係平路嘅表現呢，係完全冇問題嘅。嗱，呢部車有兩個地方呢，大家要留意。第一呢，就係隔音啦，第二呢，就係佢嘅避震。嗱，佢嘅隔音呢，其實呢，唔係話太理想嘅，個老實講。對比起我上次即係Lumion咧大 B 咧，其實大 B 嘅隔音咧係比佢好少少。咁起碼大 B 佢嘅風聲上面嘅隔音個表現咧係比較理想，佢盡量壓抑得比較好。咁我而家試緊呢部 BB 咧，其實你好明顯咧聽到一啲好勁嘅風聲傳入車。咁我諗大家從喺咪嗰度咧，應該可能都會收到風聲。咁個風聲咧確實係比較大、比較嘈雜嘅個風聲，再加上佢有爐灶嘅聲，所以兩者夾埋咧，其實咧有時咧你都覺得哇都幾勁嘅嗰個雜聲。嗱，我覺得佢個避震咧唔係算差，即係唔係我算差嘅意思咧，就係佢唔係好硬朗，唔會係好死硬，唔會好彈跳嘅。咁但係咧，因為佢係偏重於舒適啦。咁譬如話，我哋普通行一啲路面咧，佢係喺啲起伏位咧，其實佢個彈弓咧，因為佢嗰個上下幅度咧，因為佢要兼顧到嗰個柔韌性咧係俾你嘅，所以咧佢喺摁下嘅幅度咧都大。咁啊，頭先我曾經行嗰個即係比較高低起伏嘅路段啦，咁以呢個正常嘅速度啦，50-60嘅速度去行啦，咁啊我就會發現咧，其實佢嘅起伏咧都大嘅，咁樣摁下起伏都大嘅。咁當然佢唔係死嘈佢啦，所以你唔會咣聲嘅。我覺得佢個重心咧都唔算特別高嚇，即係唔係特別低啊，但亦都唔係特別高。咁兩者夾埋咧，其實我覺得咧還可以嘅。喺佢嗰個轉向嘅表現嚟講，至少佢唔會即係兩頭西，令到你好暈船浪先，即係你唔會有一個揸緊一架船喺風高浪急嘅感覺。佢個坐姿其實係唔錯嘅，所以佢即係譬如長途駕駛嚟講咧，其實係即係算係唔話得㗎啦，好老實。其實喺家庭車佢比較，喺家庭車比較，佢個車架咧就已經係算係有中規中矩啦，即係佢唔會係好扭毛巾嘅感覺。
你譬如你個轉向嘅時候咧，你唔會發現你個車尾咧係會有扭毛巾，亦都唔會發現佢有太嚴重嘅推頭嘅情況出現。咁所以你譬如喺轉向嘅時候咧，佢都俾到你一定程度嘅信心。但係我以前嗰部前期嘅 GK5 就係 Honda Jazz 嘅 GK5 啦，我有佢一個最大問題咧，就係前期嘅時候佢個車架做得唔係好好，咁所以咧我每一次喺轉向嘅時候咧，我都會覺得咧佢個車尾部分咧係想散出去，想甩出去咁樣。咁啊，所以後邊我先至加咗呢個即係底部嘅支架啦，去加固佢咁樣。咁啊，所以我每一次同大家講，即係我覺得車架紮實咧，我都係以一個家庭車嘅車架嘅表現啦，去做評測嘅。咁啊頭先我哋講到動力嘅表現啦，咁我覺得個動力嘅表現咧喺一般正常嘅路面之下咧，其實冇錯。咁如果我對比起上次嘅大 B 嚟計咧，咁啊其實佢係好啲，我覺得。咁啊，我覺得好啲，我始終可能佢比較輕，咁啊上次大 B 都比較重，咁啊佢比較輕身，咁所以佢喺即係喺加速嘅表現比較好。咁再加上佢係4AT 嘅波箱。所以佢喺之後嗰個動力嘅銜接咧，上邊咧其實係順暢，咁而且係喺中後段咧都係有力水，所以咧大家都可以咧去討論下究竟咧呢部 BB 咧喺呢個上車啦，甚至乎咧喺個highway 嘅表現咧會如何啦。咁其實 BB 個內籠咧，佢個佈局咧就唔會有啲乜嘢太大驚喜嘅啦嘛，始終都係即係咁多年前嘅車款，加上佢一部家庭車啦咁樣，咁所以佢個佈局咧同而家一般嘅家庭車咧基本上咧係冇分別嘅，咁啊而且仲係以前嘅一啲嘅設計添，所以你會見到好多塑膠嘅物料半佈成個車籠裏邊嘅，咁所以豪華就一定係講唔上噶啦。咁但係咧就我又覺得有個得意嘅地方嘅，因為頭先都講咗啦 ZQ 最大嘅賣點就係佢嗰個11個喇叭啊嘛，呢個成個呢個喇叭已經好明顯俾你睇到啦。咁加上佢左右兩邊都有喇叭嘅，咁所以好多嘅喇叭。咁啊左個喇叭最得意嘅就係個手肘位上邊咧，其實咧佢有一個咧藍色發光嘅控制器嘅，可以俾你咧調校埋咧呢個聲音嘅品質啊，嗰個 club 啊、relax 啊嗰啲咁嘅聲音嘅調校都有嘅。咁啊呢個中間亦都有一個我諗一個手掌度啦，去到咁上下啦，咁唔使深啦，咁上下深，咁上下深，一個手掌度嘅深度嘅一個嘅儲物箱，其中有一個咧儲物空間，我覺得都幾特別嘅，就係佢右下角咧，佢一個好細一個格仔，呢個格仔咧，我其實唔知我哋擺乜嘅。咁啊摸落去咧，其實有咁上下深啦嘅格仔嘅儲物空間，咁所以真係我唔知擺乜嘢。咁啊另一個我覺得比較貼心嘅地方就係咧，就在於呢個啦，呢個閱讀燈，閱讀燈咧可以轉，可以調校喺個角度。咁啊有陣時即係要睇少少嘢咧都方便嘅。咁啊喇叭咧就仲有左右兩邊 A 柱呢兩個喇叭，咁所以咧其實喺呢度咧已經有1、2、3、4、5個喇叭。嚟到後座啦，後座咧佢整體嘅空間咧，如果我哋同翻上一次大 B 去相比咧，其實佢肯定咧就冇大 B 咧咁闊㗎啦。咁但係作為一個家庭車嚟講咧，佢呢個空間咧，其實我諗大部分嘅家庭咧都會收貨嘅。佢而家我咧咁樣坐咧，我諗3個大人坐喺度咧，都唔算話即係太過即係肩並肩嘅，咁啊唔需要話即係太過黐住個身嘅，其實就咁啊腿部嘅空間咧，膝頭哥對呢個即係椅背空間，其實我自己啊就有2個拳頭多2、3隻手指咁上下啦。咁啊，我覺得都算係足夠使用㗎啦。咁啊，我自己身前隻腳啊，我都有個足夠嘅空間嘅。OK，咁加上佢個椅背咧，就一個可以負重咧最重嘅3公斤嘅鈎，咁啊俾你掛其他嘅嘢，譬如買餸啊或者其他嘅物件都可以嘅。咁仲有個籃俾你咁樣一應俱全㗎啦。咁啊頭頂嘅空間更加唔需要擔心，因為呢部車唔係向下車啊嘛，成個盒仔咁樣咧。所以佢頭頂空間嗱，我呢個頭頂空間咧好高啊，睇下先，一隻手指一個手啊，咁啊基本上有一個手掌加半隻手掌咁上下啦嘅空間嘅啦。咁啊，我諗大部分嘅即係新型嘅朋友你都會好適合使用。佢個地台咧，其實大家要留意咧，其實佢有少少突出嚟嘅，因為上次我哋試大 B 嘅時候咧，佢完全平整晒噶嘛，好勁噶嘛。咁但係大家要留意咧，呢部車咧其實就有突出嚟少少，不過就唔高嘅，即係唔會去到依度嘅。咁所以其實都唔算話太過辛苦嘅，坐喺中間個 friend 咧，咁其實咧都唔算話要擘得太開，或者我要搭晒上去我先至可以坐到嘅，就係咁啦。
咁嚟到呢個 BB 嘅尾箱啦，嗱呢個尾箱咧唔算話真係非常之廣闊嘅，我覺得係夠用嘅啫，只可以。嗱佢個深度咧我已經度過，咁我諗係一隻手臂多啲啲嘅其實。咁啊對比起上次我哋即係大 B 咧，咁我覺得大 B 個尾箱空間咧即係確實係大啲嘅。咁啊當然啦，佢部車又長啲又大啲啦嚇，所以就即係呢個係即係冇得講嘅。咁啊，但係你話實用性上面嚟講咧，係咪日常夠用咧？咁我覺得 OK 嘅夠用嘅。咁因為你始終咧佢有翻咁上下，即係我哋未將後排座位瞓低啦，佢個咁都有咁上下嘅空間啦。咁我哋日常擺一啲箱啊或者一啲袋啊，其實佢都唔會有問題。咁只不過咧。就我自己咧就唔係話太中意完全用晒絨毛面嘅尾箱嘅，因為如果我哋擺啲濕嘢上去咧，其實就好容易咧整濕晒佢，就會好污糟好核突噶啦，我覺得。咁所以我自己就唔係咁中意呢一啲嘅設計嘅，好老實講。咁但係咧，佢下方咧其實有個發泡膠兜仔，可以俾你擺下其他嘢，佢仲分埋一格格俾你添。可能都會關心啦，佢瞓低咗後座之後會點啦？嗱，大家睇到瞓低咗後座之後咧。我就覺得咧，佢係算係平整嘅，但係佢唔係完全平整晒，因為你要見到咧，佢會有突出嚟嘅，就佢算係即係唔算話太過完全係平整晒嘅，咁呢個就要少少留意。咁但係空間就梗係十足啦。佢嘅後座亦都可以向前移，雖然向前移嘅距離咧唔算話好長，但係用嚟稍微調整一下尾箱嘅空間，其實都 OK 嘅。左邊有一個好細嘅一個兜仔。咁其實擺唔到啲乜嘢，我又覺得其實就係咁啦。最後嚟個總結啦，Toyota BB 係一部可以好好倚靠嘅車，佢個優點好簡單，一開頭都已經講啦，車價平夠實用，基本上係唔會壞，只要定期換下啲消耗品就無敵啦。想玩下外觀改裝，亦都有唔少件俾大家玩。至於缺點就真係冇乜，試駕講嘅隔音差。可以做翻好嘅隔音就可以解決，車籠膠未濃，中控台設計簡單，呢一點就好正常啫。你唔係要求歐洲車咁嘅內籠係嘛？但係以我個人嚟講，最唔中意嘅就係太波之棍啦。個設計唔係幾好睇之餘，好似揸緊的士咁。另外就係個 brake 啦，個 brake 行程長，而且尾段要踩得好深，個減速先至明顯嘅。喺日本就冇乜問題。但係喺香港呢個充滿住好突然又好繁忙嘅交通情況嘅話，就好易出事。唔知道大家又有啲乜嘢睇法？現任車主或者係對呢部車有興趣嘅朋友，都不妨留言討論下，大家交流下心得。最後記得 like 同埋 share，最緊要嘅就係睇廣告同埋訂閱頻道。我哋下一條片再見啦！